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從這一期開始，時間軸進入90年代，來到1990年。隨着這年年末超任主機的發售，任天堂的家用機終於跨入了下一個時代，也標誌着紅白機正式來到了生命的末期。不過這並不影響各大廠商持續在紅白機上發布作品。在90年發布的遊戏數量來到了頂峰，不管是日版還是美版，這一年都是最多的。而且美版的遊戲數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超過了日版的数量，歐版也明顯增多了。下面就来看看90年代的第一個月都有哪些遊戏。紅帽子和綠皮皮，另一個和英文原名更接近的翻譯叫《男孩與泡泡怪》，是一款動作解謎類的作品。游戲最先在北美發行，发行方 Absolute Entertainment 按意思翻譯叫做絕對娛樂。這家公司由動視的前員工創立，遊戲的開發方 Imagineering 也屬於該公司的內部開發部門。在90年底，由傑利可代理發行了日版，日版的遊戲名字叫《不可思議方塊》。91年，任天堂代理發行了歐版。背景故事講述了一個小男孩和他長得像史萊姆的外星朋友布洛伯特的冒險之旅。布洛伯特的星球布洛伯洛尼亞已經被一個邪惡的皇帝占領，皇帝只允許他的臣民吃甜食。男孩和布洛伯特必須穿越地球下方的地鐵和洞穴，收集必要的物品，再前往布洛伯洛尼亞擊敗皇帝。遊戲裡，玩家只能控制小男孩，布洛伯特由電腦自動控制，方向鍵左右移動。小男孩不能跳躍，從過高的地方摔下去，或者遇到陷阱和敵人都會掛掉。要在場景裡探索解謎，收集財寶。解謎的方式是按 A 鍵餵給布洛伯特吃軟糖豆，吃下不同口味的軟糖豆，布洛伯特會變成不同的物品，比如變成一個洞就能鑽入地下，變成一個梯子就能往上爬，變成一把傘讓小男孩從高處緩慢降落，不至於摔死，按 B 鍵吹口哨就能恢復原貌。畫面下方顯示當前軟糖豆的類型，共有14個品種，按選擇鍵切換當前的類型。這些軟糖豆的口味命名都運用了英文中的雙關語或者是押韻，對應不同的作用，但想要確認用途得試過之後，畫面的下方才會顯示。每種糖豆都有數量的限制，錯誤使用太多可能導致遊戲無法繼續，只能重來。畫面頂部英文字母 TR 對應的數字表示還能找到的剩餘財寶的數量，收集這些財寶增加分數。到了遊戲的後期，用這些分數購買維生素，然後坐上變形的火箭來到布洛伯洛尼亞星球。維生素實際上是子彈，讓布洛伯特變成維生素槍就能發射這些子彈。最後要打倒長得很醜的邪惡皇帝就能通關。從介紹可以看出，這是一款很有創意的遊戲，但光靠創意並不能讓它成為優秀的作品。遊戲只用了6周的時間就完成了開發，整體極為粗糙，操作做得很差，場景搭建和谜題的設計缺少打磨，有的糖果品種不是必需品，甚至成為了破壞平衡的累赘。其他的地方做得也很隨意，不斷的試錯讓遊戲缺乏趣味性，無法發揮變形這個核心玩法的價值，因此它被認為是一款極具潛力但沒有被充分發揮的作品。2009年在 Wii 上有了這款遊戲的重製版，更有遊玩的價值。個人評價2顆星。國際象棋大師，這是一款桌面的國際象棋作品。關於本作的開發方 The Software Toolworks 按意思的翻譯叫軟件工具廠，這是一家美國公司，主要活躍於上世紀80、90年代。國際象棋大師是他們的主要作品，基於國際象棋形成了一個系列的內容，還開發了相關的變體遊戲。另外在90年代，公司還以馬里奧的角色形象開發了幾款教育類的作品，像是失蹤的馬里奧、馬里奧的童年時光、馬里奧的时間機器等等。這些遊戲除了在任天堂的主機上發布，還有 MS-DOS 的版本，較晚推出的也有 Windows 版。1994年公司被收購，這個商標也不再被使用。該系列是迄今最暢銷的國際象棋電子遊戲系列。多年前，這個系列的優勢在於使用了叫做 The King 的設計引擎。這個引擎的首次使用是1993年發布在超任上的版本，後來也多次迭代。該系列的所有權幾經輾轉，現在歸屬於育碧公司。關於本作的內容沒有太多可介紹的，在開局前的設置界面有多項內容，可以和電腦對戰、觀看電腦對戰或者雙人遊戲。
在和電腦對戰時，可以讓 AI 計算尋找必殺棋，共有16個難度級別，級別設置的越高，電腦思考的時間越長。還有一個深度思考的開關，打開的話，在玩家的回合裡，電腦會持續思考。雖然在之前的很多年裡，這個系列都是最好的國際象棋遊戲，但對於現在的 AI 來說，已經不值一提了。系列的最後一作是2008年發布在 Xbox 360上，估計以後也不會再有新的作品了。個人評價2顆星。滲透者也翻譯為百戰飛狼，不過滲透者這個翻譯更符合遊戲的內容。本作雖然也有空中飛行，但主題是潛入敵人的內部。這是電腦端移植過來的一部作品，原版是1987年發布的。玩家扮演的角色是傳奇特工吉姆·伯·麥吉比特斯，主角的使命是挫敗邪惡的瘋子領袖的陰謀。本作在玩法上融合了直升機駕駛模擬和動作冒險2種形式。遊戲共有3個完整的任務，分別是讓一批神經毒氣失效、營救一名博士以及摧毀導彈控制室。每個任務都分成了駕駛直升機和潛入2個部分。在駕駛直升機的部分是第一人稱的形式，有一個非常複雜的操作界面，界面上的儀表和按鍵並不是擺設，每一個都有用處。學習飛機的操控方式足以讓大部分人放棄這款遊戲，這裡只能簡要的介紹操控的方法。按一下開始鍵給飛機點火，方向鍵上和下俯衝和爬升，結合 A 鍵是加減速度，方向鍵左右讓直升機左右旋轉。駕駛艙的頂部正中間有6個字母和綠色的信號燈，從左到右是引擎、電池、機油、燃油、低空警告和轉速，哪一項出了問題就會亮紅燈，像是速度超過800節，電池會過熱，轉速達到了2340轉每分鐘才能保持高度等等。頂部左右2個量表 B 和 O 是電池量表和機油溫度，燃油的量表在駕駛艙的右邊。中間的儀表盤有速度、轉速、高度、指南針、地平儀，它們都會實時顯示數據和狀態。儀表盤左右2側各有4個字母，總共是8個功能按鍵，用選擇鍵切換，按 B 鍵使用選定的功能按鍵。右邊第一個按鈕字母 R， 按下後進入无線電界面。當有其他飛機飛過時，發送不同的信息，通過識別碼確認敵我，並迷惑對方，可以避免戰鬥。右邊按鈕的第2個字母 S 是打開狀態屏幕，要找到目的地的坐標，並設置 ADF 自動定向，否則無法到達目的地。一旦觸發了戰鬥，切換到左側的4個功能按鍵 ，M 是發射導彈， G 是機關槍， C 是箔條， F 是干擾彈。到達目的地後還要降落，這也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要減速並平穩下降。完成第一部分後離開直升機，玩家控制主角潛入敵方的基地。室外是一個俯視角，找到建築後進入切換視角。建築物內有很多的房間，下方顯示房間連接的地圖，還顯示任務的目標和時間的限制。靠近物品時按方向鍵上進行互動，選擇鍵會進入一個物品菜单，選擇使用的物品 A 或 B 鍵都是使用選定的物品。在這個部分要避免被敵方揭穿身份，可以用催眠噴霧讓敵人暫時睡着，或者使用範圍更廣的催眠手榴彈，不過聲音會更大，可能引來周圍的守衛，又或者使用偽造的證件，但有一定的幾率被識破。還有地雷探測器用於排雷。第3個破壞的任務還要用到炸藥。地圖上標有紅色的是特殊房間，含有特殊道具或者重要的物品，找到這些物品用來完成任務，有用於偽裝的衣服，解除警報的警報卡，打開安全門的安全卡等等。也有些無用的物品會給玩家形成干擾。從以上的介紹就能看出，遊戲的玩法很有特點，而且相當的細緻。但正因為這種細緻，實在是太難上手了。要在第一部分把飛機開明白，就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來學習。設計者可能也是發現了這一點，增加了一個直接從第2部分潛入開始的模式。整體過於側重玩法細節，遊戲的畫面水平不高，而且全程都沒有 BGM， 只有簡單的音效。個人評價3顆星。沙灘排球王，這是一款從電腦端移植過來的遊戲，原版是由 EA 公司1988年發布的。科乐美將該遊戲移植，並由旗下的子公司 Ultra 發行了美版。本作是男子的沙灘排球比賽，玩家不能選擇隊伍，扮演的是辛金·史密斯和蘭迪·斯托克洛斯2名真實角色組成的一对組合。
在開始的選擇畫面有5個沙灘場地，畫面的上方3個場地 Bump、Set 和 Spike 分別是練習1傳、2傳和扣球。中間標有註冊的帳篷是一個設置的界面，在這裡可以設置玩家的人數，總共4個角色，最多4名玩家同時遊戲，每個玩家控制一個固定的角色，也可以設置難度和比賽的局數。正式的比賽分成單場比賽和錦標賽，錦標賽要和多個隊伍輪流比賽，從易到難爭奪冠軍。來到比賽當中，如果是單人遊戲，玩家也是始終控制一個固定的角色，另一個队友由電腦控制。操作的方式和逻輯與之前的沙灘排球遊戲不同，玩家控制的角色也是半自動的，會根據球的落點自動走位，只需要在合適的时機按下按鍵即可。A 鍵是1傳或者是發球， B 鍵是2傳，同時按 A、B 鍵是扣球。聽起來好像能操作的部分很少，但每個環節都有不同的動作。除了有3種不同的發球方式，2傳有較短弧度或者是較高的弧度2種，這個變化能避開防守球員。扣球的動作也有2種，一種是大力扣殺，另一種是較為柔和的吊球，結合方向鍵控制球的落點。防守时，如果距離足夠近，球員會自動撲上去，有2種攔網的動作，一種是較為安全的雙手阻擋，另一種是風險更高但力量更強的單手反擊。這種多樣的形式配合上合適的節奏時機，遊戲性還是不錯的。之前在第58期節目裡介紹過一款 Technos 的沙灘排球，就是小時候盜版商用來冒充熱血運動系列的那款遊戏。它的美版和本作的發行時間挨得很近，因為 Technos 的那一作是街机的移植，名氣更大，所以更受歡迎。這部作品就相對冷門一些，不過素質也不差，個人評價3顆星。神奇鋼琴教學系統，這是軟件工具廠推出的一款鋼琴教學軟件，要外接一套設備才能使用。紅白機上之前也有類似的內容推出，但連接的外設大多是類似玩具的款式，但本作的外設是一款真正的電子琴。卡帶裡也有全套的教學課程，除了卡帶之外，配套的外設包括了電子琴鍵盤、連接線、電源和踏板，在當時的售價高達$500。不過對於電子琴來說，這屬於正常的價格，因此本作的宣傳廣告詞就是：既然要買電子琴，為什麼不花同樣的價格買一套帶有學習系統的，而不僅僅是鍵盤？除了 NES 的版本，主機端還有 MD 超任的版本，也在幾個電腦平台上推出。進入軟件後，用遊戲手柄進行設置，用上下方向鍵選擇課程，總共有36節課程，從最基礎的技巧，包括手指和手型的擺放，到最後一章的運用所有音符進行完整的樂曲演奏。A、B 2個鍵選擇成人或者兒童，之後就會進入對應章節課程的說明。按 A 鍵進入演奏，這時就要使用外接的電子琴了。在彈奏的過程中，電視裡只會發出輕微的節拍聲，演奏的聲音全部來自電子琴本身。每個章節裡需要先按數字學習琴鍵，然後按字母，再按音符學習。也有將練習的內容對應幾種小遊戲來演奏。作為一款教育軟件，它的評價很高，主要來自於完善的課程設計和豐富的曲目。不過紅白機上作為遊戲的卡帶，到了今天只剩下了收藏的價值，個人評價1顆星。爆裂賽車，也有翻譯叫疾風賽車，這是一款街機的移植作品。街機的原版是雅達利1987年開發發行的，當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後來移植到幾個電腦端口，主機端除了 NES 的版本，還出了 MD 版，後來作為經典遊戲合集的一部分，也登陸到了 PS、PS2、NGC 等平台。NES 的這個版本由 Metascript 發布。進入遊戲後有3個可選的區域，相當於起始的難度，有泡泡城、森林區域和沙漠區域，這3個區域組成了前14個關卡。遊戲總共有50個關卡，每個關卡裡的目標都是要在燃油用完之前到達終點，沿途要避開各種障礙，可以發射子彈消滅汽車、摩托車、炮塔等敵人。基本的操作方式：方向鍵上和下加減速度，左和右轉向。A 鍵是普通的射擊， B 鍵使用特殊的武器。畫面的左下方有一個得分的倍數計算，射擊命中敵人增加1倍，沒有命中的話就減少1倍，最高到10倍。底部的儀表盤中間部分，最左邊的豎條是地雷的探測器，有地雷時會閃爍報警。
右側的2個橫條是備用油箱和主油箱，最底下的一個大橫條是特殊的武器量表。當有飛機飛過時，來到飛機下方能獲得特殊武器，有4種特殊武器 ：UZ 加農炮，射擊速度快而且不影響倍率；氮氣噴射，短時間內獲得極高的速度，可以使用3次；巡航導彈，摧毀屏幕上的所有物體，也可以使用3次；電磁護盾，在5秒內短暫無敵，也是3次的機會。在遊戲過程中，如果被敵人命中或者撞到障礙物，會導致車輛爆炸，很快就會恢復，但損失部分燃油。關卡進行一半左右能恢復部分的燃油。在場景中獲得綠色的圓球，消滅敵方車輛掉落紅色的圓球，也能補充少量的燃油。相較於街機版 ，NES 的這個版本劣化非常明顯，即便是放在紅白機的賽車遊戲當中，畫質的水準也不高，而且缺少遊戲音樂。只有通過終點線時有一個簡短的 BGM， 操作手感還行，結合戰鬥射擊的元素有一定的遊戲性。50個關卡的長度也可以玩上很久，個人評價2星半。科爾維特 ZR-1 挑戰，這款遊戲是 Absolute 旗下的 Imagineering 開發 ，NES 的首發是一個歐版，由米爾頓·布萊德利發布。這個版本獲得了雪佛蘭的授權，可以使用科爾維特 ZR-1 賽車。在2年後，由 Absolute 發行了美版，名字是亞歷克斯·德梅奧的美國競速。美版裡的車輛換成了道奇蝰蛇，其他的內容和歐版基本相同。可以1到2個玩家同時遊戲。單人模式下，從8個車手裡選擇1個，與其他的車手進行1v1的對決。賽道是美國從波士頓到洛杉磯的公路，分成9個賽段。每個關卡都是從一個城市開始，到下一個城市為終點。在車輛起步階段，是一個斜向下的俯視視角，橫向滾動。起步階段結束後，視角切換。如果2輛車比較接近，會在一個縱向的俯視角下同時呈現；如果距離拉開，就會分屏顯示。領先的車輛始終處於畫面上方較大的一個屏幕，而落後的車輛處於畫面下方較小的屏幕。操作方式和一般的賽車遊戲略有區別，需要手動換擋，上下方向鍵切換檔位，換擋時得鬆開油門才能完成。共有6個檔位 ，A 鍵加速 ，B 鍵剎車。每個關卡快要到達終點時，遠景會呈現出對應城市的圖像，其他的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遊戲的畫面還算流暢，但貼圖都很簡單，操作的手感不算太好，特別是由直道变道的時候。遊戲內容比較單調，比賽的過程中也沒有背景音樂，只能聽到簡單的引擎聲，玩久了會犯困。個人評價2顆星。大盜五右衛門外傳：消失的黃金煙斗，科乐美開發發行的大盜五右衛門系列的第3部作品，前2作分別在第11期和第47期介紹過。正如標題描述的，本作是一部外傳，和前2部的動作類型不同，這部外傳是角色扮演的類型。科乐美好像喜歡用五右衛門這個系列來做一些新鮮的嘗試。本作除了類型不同，還是第一個使用了4兆卡帶容量的遊戲。在經過了漫長的旅程之後，名震天下的盜賊五右衛門終於回到了久違的家鄉。當他前往家廟向祖先匯報旅途見聞時，卻發現自己珍藏並供奉的傳家寶黃金煙斗不見了。面對盜賊入室行竊的嚴峻形勢，五右衛門急忙準備去尋找丟失的傳家寶。此時，一位自稱正義忍者的神秘男子惠比壽丸出現，要與他結伴同行。於是2人一起踏上了冒險之旅。系統上仍然借鑑了勇者鬥惡龍，不過菜單顯得更為簡潔。主菜單只有4個選項：物品、法術、狀態和保存。遊戲的世界觀是基於之前的2部作品，但作為 RPG 還不夠完善，因此在此基礎上做了很多的補充。後來超任上的幾作也用了這一部的世界觀來進行構建，整體呈現出一個以江戶時代為背景，但又融入了現代的元素，還有科幻的未來元素的喜劇風格。有之前2部作品裡不同類型的房屋，除了武器防具店，像是萬事屋用於購買道具，能恢復體力和法力的除了宿屋，還有浴場和餐廳，也有能賭錢的賭博屋和觀看表演的見識屋小屋。現代化的設施有漢堡店和護照簽發處，有了護照才能出國旅行，還有電話亭用來查看到下一級的經驗值，輪渡碼頭、車站、機場等高級的交通工具。
經過早期階段後，還會遇到機器人、外星人和一些科幻的高科技。另外，在御敵後，戰鬥的過程做得很細緻。戰鬥畫面左側顯示敵人，每個敵人都有動畫，雖然簡單，但都不是靜止的圖片。在待機、攻擊或者受到傷害時，都有不同的動作。敵方角色種類也相當的多，被擊敗後還有幾種不同的消失方式。右側顯示主角一行人的頭像，戰鬥過程中也會呈現不同的動畫表情。為了配合世界觀，本作的忍術就相當於魔法。遊戲的故事圍繞着五右衛門在尋找黃金煙斗的過程當中，發現了偷走煙斗的幕後黑手想要統治世界的目的。他和同伴不但要在日本的各地旅行，還要出國前往中國、熱帶島嶼等地點。除了一開始的同伴，2代裡就登場過的惠比壽丸，還會遇到一隻會說話的貓，以及暗中守護江戶和平的秘密調查隊的女忍者，最終組成4人的隊伍。這部作品在制作上足夠的細緻和有誠意，卡帶的容量大，也有科乐美一貫的畫面水平和音樂水準。但畢竟在 RPG 遊戲上，當時的科樂美缺乏經驗，本身的系統沒有什麼特色，平衡性存在缺陷，裝備的替換和數值顯示做的有些問題，遊戲的 bug 也比較多。最大的 bug 是存檔可能會丟失。總的來說，算是比較平庸的一款 RPG 遊戲，個人評價2星半。羅羅大冒險2 HAL 發布在紅白機上該系列的第5部作品。每次講到這個系列，都不得不提遊戲混亂的命名方式。前3部作品都以彈王子的名字命名，而且只有日版。從第4部開始，使用了羅羅大冒險的名字，但第4部只發行了 NES 版，沒有 FC 日版。本作既有 FC 版，又有 NES 版，又由於 FC 版少了一座，所以本作的日版名是羅羅大冒險。NES 版的名字是羅羅大冒險2。關於遊戲的系統和玩法，這個系列持續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變過，之前也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這裡就不再重複。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看第51期的內容。這一作的故事還是要營救被抓走的拉拉公主，但是冒險的場地從上一座城堡變成了一個多層樓的高塔。收集每個關卡房間裡所有的愛心，寶箱打開，拿到寶箱裡的寶石，進入下個房間。和前作一樣，房間都是相互獨立，進入下個房間就不能再返回之前的房間。這一作的關卡分成2大部分，當完成高塔裡所有的關卡時，登上一個向上的樓梯，來到塔頂，乘坐漂浮的船進入一座空中的城堡，來到遊戲的第2部分，在城堡裡完成所有的關卡，最後有一場 BOSS 戰，是一個射擊遊戲的方式，將 BOSS 消滅後救出公主。另外還有4個隱藏的 Pro 房間，在密碼欄裡輸入 Pro 加 ABCD 4個字母，能進入隱藏的房間。隱藏房間的解密難度要更高。由於上一座單獨發行的 NES 版本並沒有原創關卡，都是用的之前彈王子的關卡，算是吃老本。到了本作，日版和美歐版本關卡的設計就不一樣了，日版全部使用了新的原創關卡，相比之前的難度要更高。而較晚發布的美歐版本，一部分使用了之前幾座彈王子裡的關卡，再加上一部分日版的原創關卡組合而成。這部作品從玩法和系統上沒有變化，只是關卡的解密難度變得更大了，個人評價3顆星。圍棋名鑑，這是一款圍棋教學軟件。關於這個遊戲，卡帶的收藏遠比遊戲本身的內容要更有話題性。由於當年遊戲銷量不高，卡帶的產量也很少，導致後來在市面上流通變得相當的稀有，因此成為了高價的紅白机卡帶之一。對於那些想做全收藏的玩家，這是必須要過的一道坎。而且這樣的遊戲買回來基本上也就是擺在櫃子裡，不太可能打開來玩。據說3-4年前的卡帶價格在200-300美元還是能買到的。在做这期節目的時候，我查了一下，現在的卡帶售價已經到了1300到1500美元左右，幾年的時間就翻了5-6倍。這樣的投資回報率妥妥的高端理財啊！相比之下 3DS 的掌機只能算是小打小鬧。說回遊戲本身，這是 Hector 發布的作品。之前在89年的7月 Hector 曾經發行過一款圍棋指南，在第53期介紹過。本作基本上沿用了圍棋指南的引擎，但取消了对局模式，只保留了明局鑑賞和棋力測試2種模式。鑑賞模式依然分為全自動落子和按鍵控制一步步的落子。能觀看的棋局收錄了1988年7大头銜決戰的全部對局。
棋力測試也是借用了這些名人的對局，有中級和上級兩種。中級的測試相當於選擇題，給出下一步落子的幾個選項，選擇了正確的位置顯示一個正字。上級測試沒有選項，完全憑借自己的判斷，看是否能和高手的想法一致。與前作一樣，這款圍棋鑑賞放在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了，個人評價1顆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您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支持。咱們下期再見。